对，你这个抽的是什么呀？花生，谢谢，谢谢你。我那娘娘说，我不叫你妈妈搞。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leo，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今天我带大家来到了昆明的东川，你可以看到这是一片非常漂亮的梯田，然后东川这个地方也因为它的红土地非常有名，然后大家都说它是像上天泼洒的调色盘，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些土地都非常的多彩，有红色的，然后有绿色的，然后你还能看到有一些农作物上面会有透明的塑料袋、塑料膜，所以在远处看就像一个个星星一样，就像一颗颗星星一样，非常漂亮。现在我们走在这个乡间的小道上面，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的农作物，这些是玉米，然后远处的这些梯田都非常漂亮，像一幅幅拼图一样，还有漂亮的云。现在是下午的5点多，然后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我们住的民宿也非常的温暖，非常的温馨。然后我想带大家去我们的民宿看一下，然后带大家在东川转一转。这边是我们住的民宿，然后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民宿的墙上有很大的一幅红土地的摄影的作品。在这些墙上面都是关于东川红土地的画或者是摄影作品。好了，现在我们到了我们的房间了，这里有2张床，然后我最喜欢这个房间的部分是这个非常大的窗户，你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像假的一样，你可以看到有非常漂亮的土地，然后因为这块东川红土地就是以它的红土地的地貌，然后非常有名。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的农作物，然后还有一些樱花，然后远处也还有一些草啊、树林啊，是非常漂亮的地貌。然后这是我们住的房间，这边有一个砖头的架子，这里有一本书，有一本法语的书，这里有一个小灯，这里有一个小灯，然后这里有一个罐子，这边还有一盆花，有电视，这个是电视。总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温馨、非常棒的民宿，我们订的是民宿。这真的是一个人非常少的地方，完全不是很热门的旅游景点。我们大概是坐了3个小时的大巴到了这里，然后基本上没有什么游客。然后在路上我们也遇到了一家非常非常酷的人家，他们卖一些蘑菇，还卖一些花生，他们也非常的热情。然后我们还看到了一位抽烟的老爷爷，非常非常酷。花生，谢谢，谢谢你。从哪里来呀？我们从昆明来，这边的居民都非常非常的热情。这个好吃。哦，这是什么？青稞做的啊，你要尝试吗？尝尝，可以。尝一个啊。对，你尝一个，好吃这个，很馊，对。谢谢。对，这个很馊的，很好吃的，这个是我们自己当地的特产。你们自己做的？我们自己做的，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做的。好吃。
对。哎呀，我那娘娘，我们叫你妈妈搞。我那娘娘，我们你几岁了？你几岁了，小朋友？3岁了。 ？3岁了。啊。那这些都是我们当地的特产。都是你们自己做的？啊，这是我们自己做的这些。这个是红绿豆。对。还有花生。对。吃一个这个，你看。就有钱。你要吃什么？你尝，很好吃。很糯这个。对。你也吃一个，小家伙。有那种不一样。很好吃，谢谢。这个蘑菇是煲汤的吗？还是可以直接吃吗？现在不行，要煮熟再吃。要煮熟才能吃。这边都是蘑菇。这些都是蘑菇，对。白牛肝、松茸。对，你都懂。好多不同的蘑菇。这是不同的对，这些就是花生。这些就是花生。花生。这个里面是黑色的。有黑的，有七彩的。这就叫黑花生，是不是？对。你看。黑色的。黑色的这个。好吃吗？好吃。好吃。可以，你们喜欢吃可以拿一袋。挺好吃，这个营养很好。对。谢谢。你们在这边多久了？我们卖了1年多了。1年多了。我们在这里卖了1年多了。那你们住在哪里呢？我们家你们下来肯定看到了红土人家。红土人家是你们的。红土人家就是我们家。对。对，你这个抽的是什么呀？这个里面是烟吗？烟的，你们要抽烟吧？对，我想拍一下这个烟的样子。你把这个烟装进去，那要用火吗？有的。有火。这样就点着了。然后这边也有一些酒店，还有住宿的地方。我很喜欢的一点是，我发现他们的房子都非常的多彩。你看这边有粉色的，然后这边又有很多很多颜色的木头，然后这些房子也是粉色的。这边还有很漂亮的阳光，还有地上这些标志也是不同颜色的，粉色、黄色还有蓝色。前面有户人家叫七彩人家，这里有住宿，感觉像在童话世界里一样，非常的多彩。然后在这个路边有很多这些木瓜、甜瓜，然后上面这块牌子上写着“上卫生间1元”，可能是在这个院子里面。我觉得这些木瓜真的很可爱，然后他们就摆在这样的路边，然后前面还有一些木瓜，我不知道是木瓜还是甜瓜还是哈密瓜，总之是一种瓜类。叔叔，这是你们的孩子吗？对。你们在这里住了多久了？好多年了。好多年了。对。一直都在这个红土地这里。都是在这里。你知道就是这些红土地的这些地貌是怎么形成的吗？这个，以前是一个外省人来，人来的才特别多的，之前都没有多少人。之前没多少人。对。就是以前有个外省人，他来照，用那个好像是用飞机照。用飞机照相。对。照下来这个图片就特别好看。特别好看。那就是你们以前一直都是像这个样子耕种的？对，都是这个样的。你们怎么想到这么样耕作？因为有很多在其他地方他们就是平的嘛，然后一块一块，但是我看到这边的红土地它就是像山一样的，像拼图一样一块一块。就是跟着山走嘛。很漂亮。几岁了呀？这个快4岁了。快4岁了。对。那姐姐呢？这个8岁多一点。上小学了。
这个上2年级。2年级。哎，对，这个还没上呢。你们那小孩上小学去哪里上学？去这边不远。哦，附近有个小学是吗？哎，对。哦。你可以看到对面就有特别多的梯田，然后这边就是五颜六色的红土地。然后我们民宿的老板娘很热情的给了我们这个树莓，它可能是一种野果子，对，然后味道甜甜的，非常不错。我们可以在路上面边吃边走。然后今天的天气也非常好，你可以看到有蓝天还有白云。婆婆，这个是蘑菇吗？这个是一升5根这个松蛋，松棵的松茸。松蛋。松蛋。松蛋。那它是一种蘑菇还是？不是。它是蘑菇，不是蘑菇，反正吃不到。它不是蘑菇，它是蛋吗？还是？这是蛋，这是松棵的松毛蛋。是一种动物的蛋吗？还是？它是人吃的蛋。人吃的。人吃的。哦。太香了，这个好吃。你做饭可以炒着吃。我做饭，我捡来卖7根脚。捞不着，这点真捞不着。这个像是一种植物的，是一种植物。你们可以，我电话上是这个，它是一种松毛蛋。松毛蛋。松毛蛋，我们去松树里面捞来的松毛蛋啊。你们从森林里面去捡的。这么多。一天到晚了。一天就能捡这么多。一天能捡这些点。哎呦，捡不住啊。我远看还以为是蘑菇或者土豆。不是，它是松树里面那的。松树我们卖30块1公斤呀。30块1公斤。你们怎么做菜吃？炒着吃吗？我们是拿在水里面的洗几道，就拿了炒着吃。洗一下就炒着吃。洗一下，裹点辣。花椒大蒜炒着吃。辣椒就可以炒着吃。很好吃。你在这边住了多久了？一直住在这？我们就是这里的。就是这里人。就是这里。这边以前来的人多不多？还是就最近？这边以前来的人多。来的人多。他是这边是在当街，很不多了。来这边拍照还是来这边？拍照。3月份你们过来。3月份过来。3月份过来人太多。这个9月份、10月份、11国庆节那样是菜子花黄。就人太多。菜花。菜花黄。他就人多。那肯定很漂亮。3月。他是在淡季不好。淡季，现在是淡季了。现在这样是他是淡季。那你感觉这些人来了之后，你对你们生活有什么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我们有东西了，可以拿去上边卖。可以拿去卖可以拿去卖。是的。这个在人多的样子，我们也可以拿去卖。我们可以卖土豆，卖鸡蛋。我们家头里养的鸡蛋。鸡下的。住在这边开心吗？开心啊。就是没钱。但是很知足。你们是哪里的？我是浙江的。浙江的。你们来的太远。对，远了。它有1-2000公里了吧？对，2000公里差不多。我们一个侄女就是搁在浙江。搁在杭州那方都几声，我们比到过的家，他就说。你有个侄女在杭州。他就说远他呀，他自己找的。他上学。他上学，他就在昆明打工，他就找的一个男朋友，就找到浙江那方。那方去。好的，那你继续忙吧，谢谢。妈妈在。
你看我当时买它的种。这个是我们的蘸水吗？嗯，对，啊这是吃土豆的蘸料。我们可以啊，可以用烤土豆，然后对蘸的这个蘸料用这些吃蘸料。啊哦，这个是野生菌野生菌。啊，这是野生菌的。这蘸料都自己做的，哪些是不辣的？不辣的。这个不辣，还有这个也不辣，好，这个也不辣好。啊。好了，现在我们在尝试东川非常有名的烤土豆，然后我们这边有一盆烤土豆，这边有各种各样的蘸水，蘸水意思就是佐料各种配料，然后你可以把这些蘸料，你可以把这些蘸水放在土豆上面吃，你也可以把这些蘸水放在盘子里，然后你可以把它浸到蘸料里面吃，然后这些蘸水都是我们可以自己选择，比如说这边有黄豆，这里有黄豆，然后有榨菜，还有蘑菇的，还有辣椒的，各种各样的蘸料你都可以自己挑选。我喜欢这个，因为我感觉这样子的吃法非常的有创造力，你有各种各样的调料你可以选择，然后你可以每一口都是不同的土豆的味道。比如说我现在这个酱料是有一点酸酸，有一点甜甜的口味，但是当我想要尝试另外一种口味的时候，我可以尝试另外一种蘸料，然后它又是另一种味道。哦，那这里有一只小猫。好了，那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带大家在东川的红土地转了转，然后后面你可以看到这条路的两旁有非常多彩的房子，它们可能是居民楼。然后我是 Cleo，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